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高市政府因为大家说真的要搞核弹头吗？现在高市早苗抛重磅，说年底完成安保3文书的修改。他怎么说？他说将检讨防卫装备移转的5类型限制，强化防卫装备生产基础，进一步提升嚇阻力跟应对能力。那要加速的在年底前完成安保3文书的修订讨论。好，那当然这件事情在他们国内持续的在发酵，也会相对有一些民众的反应跟抗议。那日本的经济倒是现在蛮大的压力因为日债日元承压，日向最快在周4就会宣布食品税降至1%。好，降至1%，这个降幅有多大呢？一轮查了，因为我不是日本人所以我还要去查一下，他们的食品税现在是8%。好，所以如果要降到1%，降了7%呢所以每年短收是超过4兆日元。好，那现在高市早苗的民调是跌到了57%，这个是读卖新闻最新的民调显示。好，它已经创下了去年10月内阁成立以来的新低。那有71%的民众是对政府因应物价飞涨的表现不予肯定。好，那高市早苗的回应是什么呢？因为有人在传他是不是内阁有要改组了？他说内阁成员跟党内干部已为实现政约公约，现阶段是没有可以对外说明的。那内阁改组或是党务的人事安排。好，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但是接下来到底要怎么走，确实是高市早苗的压力。好，那我们看到标准2跟12式的飞弹现在都出炉了。好，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驱逐舰，不仅对美军退役2栖攻击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标准2的实弹打击，更跟这个西班牙海军 F101 的护卫舰组成了攻击编队。那并曾多次的发射更先进的12式反舰导弹。那这件事情引发了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还有一些相关回应。他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进程，不断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跟国际法、国内法的相关规制，说已经远远的超出了自卫的范畴。那现在呢，也看到了日本之前这一名自卫官，他在3月的时候拿着刀闯入了中国大陆驻日本的大使馆。那现在东京的地方检察厅是以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跟胁迫等罪名，起诉了这个陆上自卫队3等陆尉村田晃大。好，那他被起诉了。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看起来这个双方的关系是降到冰点，但是高市早苗在他嘴里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就还是会被别人说这是不是在玩两面手法？因为他讲说他在上任之后始终坚持全面的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还要建构建设性跟稳定的双边关系方针。他说，正因为日中之间存在着关切和问题，所以需要对话。那今后将会继续的保持沟通，从国家利益出发，妥善的应对相关的问题。所以呢，他期待11月 APEC 会议上面能跟中国大陆有一些讨论，或者是一些交谈。好，那我们再看到了南海，现在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他的国情咨文暗批中国。好，他是说菲国的政府将捍卫2016年否定北京南海主权伸索的仲裁结果。他说菲律宾人是绝不屈服于征服者。好，那菲方现在有要求，但是中国没答应。现在中菲外长有进行会晤但是一结束之后，菲律宾就轻闯了黄岩岛。我们看到菲律宾外长跟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在会晤提出了3个要求就是就仁爱礁冲突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那第2个就是要求中国媒体在之前发布的 AI 影片要向菲方来道歉。那第3个则是要求中方拆除在黄岩岛所有的设施。好，但是呢，中国对他们的要求一个都没答应。那菲律宾的回应就是不是继续谈，而是第2天马上派船出海。那最后恐怕失去的将不只是海上对峙的面子，还有东盟内部的领子。所以看得出来在南海冲突上面菲方跟中方现在也各执一词。那整个局势也回顾到了日本这边现在高市早苗这个年底要完成安保3文书的修改，也被认为算是个蛮重磅的讯息。
但恐怕他自身也难保。我们先问赖老师怎么看？这个高市早苗他目前所属的自民党的民调支持度也在往下降，是，现在降到只剩下3成多啊，过去还有4成到5成左右，也现在跌到3成多，但是他们还不担心，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在野党更差，而且很惨啊，都是个位数左右，2位数的不多啊，就这个自民党目前还遥遥领先，所以他还是可以继续执政，他不会害怕，这是第一个。那因此啊，既然自民党还可以继续执政，他们考虑的那就不是这个人民满不满意的问题了，而是他要实现他们自民党一贯的主张，修改安保3文件，最好把这个非核三原则也把它搞掉。目前来讲，他们分2路在走，小泉进次郎他就直接推的，也跑到欧洲国家，直接讲就是要废掉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这样的一种说法。这个就是日本啊，虽然高市早苗说他不会去碰无核三原则，但是小泉进次郎是国防部部长，他就继续在推这个去核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他们分2条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明年10月份，自民党的总裁要改选，对于高市早苗来说，他只要后面的派系继续支持他，也例如说麻生这个大派系继续支持他，还能够平衡派系，或许他还能够在位。但是他的竞争者小泉进次郎，他的基本上就是要获得更好的一个有利的位置，所以他走得更激进。那现在就变成是双方都在走激进，只是说谁走得更激进而已。而高市早苗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往下降，这个有利于这个小泉进次郎跟其他的要角逐总裁的环境了。那目前来看的话，高市早苗的整个民调支持度确实是往下降的。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读卖新闻，它是右翼的非常右翼的一个新闻，它都只剩下57了，之前到87、77、67，现在到57。那还有一个乡共同社只剩下51而已。另外还有一个今日新闻，它只剩下41。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日本的媒体都出现高市早苗的支持度一直往下降，有一家已经破了50%，另外一家已经在50%的边缘。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不支持高市早苗的都在往上走，不支持自民党的也在往上走，反对自民党的也在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所以对于高市来说的话，他要抢时间所以他要尽快的在他的民调止跌这个在跌破50%、40%之前通过他所很难通过的法律，因为有些法甚至要涉及修法的时候，你要参议院的同意，参议院的难度比较高，众议院它可以稳操胜算。所以我个人觉得，对高市早苗来说，暂时他还不会那么在乎国计民生。他还是要完成他们自民党原来要走的路，就是军国主义的这条路，他还是会走下去。那目前卡住的中日的关系，其实高市早苗跟自民党都很清楚知道，问题是日本人惹出来的，问题是高市早苗惹出来的。要解决问题也很简单，只要他愿意。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他愿意就很简单嘛，就是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收回。这段话说错了，不对。修正、改正，这个中日问题就很好解决，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不可能解决这问题嘛，因为他如果一这样讲的话，那台湾的台独的不是躺在地上哭了，那怎么办？所以对于自民党来说，他跟台独勾连那么深，他怎么可能讲这句话？他绝对不可能讲这句话，中日的关系就不会好。可是不会好，他又要继续挑衅中国，他的做法就很简单嘛，多沟通嘛，只有沟通才能解决问题嘛。我们日本人会用最大的战略耐心，我们想办法跟中国大陆沟通，那是中国大陆不沟通，所以他僵化，他顽固不堪。不是我日本人不愿意沟通，是他不想跟我沟通。你看到最后又把锅甩在大陆身上，这个手法跟台湾很像不像？是，一切的错都是大陆人的错。好，刚才老师有讲到说这高市早苗他们有党的这个目标要执行，其实人民最害怕这种
政治人物哈，因为他要创造他的历史大业啊，所以很多经济民生哦要先抛一边。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议论你讲得很好。对啊，这个经济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讲安保3文件，什么叫做安保3文件？第一份大的文件叫做国家安全的文件哈，在国家安全这个文件之下啊，有一个叫做国防安全。国防安全下面就是军事安全，所以军事、国防跟国家称之为安保3文件。那如果说你国家的安全策略，你准备从本来的这种和平宪章要走向军国主义，当然你的国防就会跟着改变。你军事上面，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下面军事战备，他现在开始发展攻势的武器。以前来讲，他只能因为他是和平宪章，所以他只能在军事安全上面，你只能有防卫性质的武器譬如说你的射程受到限制啊，你的这种武器只能做防卫性质来使用，你不能具备攻势的武器。但是当你修改大的国家安全策略，你修改之后，走向军国主义之后，你的军事上面你自然就会发展攻势的武器。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来讲现在包括到124的飞弹，甚至于他要跟美国购买这个所谓战斧型巡弋导弹，听说要买1000枚这么多然后甚至于在这个琉球列屿上面部署这些这个对124的对舰导弹或者是防空导弹。可是一轮就像你刚一开始讲，一个国家你不能只有国防，你还有经济。对不对？还有地缘政治的考量还有外交的策略，你整个要一起考量出来，你不能光把国防摆在唯一其中之一。那现在问一下，你日本就你地缘上面来讲，你本身国土并没有任何的纵深这个国土很狭小，你四周环海，你所有外来的物资必须要从海上运过来。那第二个，你走不开的就是这个亚洲这边，包括俄罗斯，包括跟中国，那你又跟这2个国家以前曾经发生过血海深仇的大战。日俄也曾经在我们中国东北打过一场战役嘛，然后这个对中国的侵略，南京大屠杀更不用讲。那你现在就地缘战略上面，你不去思考说，我应该用一种和平的方式跟周边国家相处，你反而想要用这个军事对抗的方式来跟这些国家相处，你认为你就可以得到你整个国家的安全吗？我觉得不但得不到你国家安全，你反而会一头撞在枪口上面。现在不就是出现了吗？包括你经济也出问题包括到你跟中国的外交也出问题，甚至我觉得后续来讲，你地缘战略上面也会出很大的问题。郝渊教授怎么看呢？我觉得日本现在最严重的问题的话呢是经济，而不是国防。但是日本现在让大家非常不解的地方，就是日本的话呢完全不考虑经济。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在日元跟美元已经到了163.73。那原来大家说160关口，日本要捍卫什么的，现在也不捍卫了。那么这个接下去来这个像水银泻地一样，会不会直奔170啊？那肯定的了嘛，因为这个每一天都是半元在上涨，所以大家也了解一件事情，这里面非常奇怪，我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的话呢，第一点，这个高市早苗最近的话呢，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非常直接讲那个时候的话呢，2次大战期间日本的话呢对中国出兵是基于自卫的理由，而且的话呢，他做的任何事情的话，完全符合国际规范，这是他讲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你想想看，在大陆听到以后，你现在这个小元气治疗加上高市早苗，在什么这个不要搞核武的非核武的3原则，再加上什么安保的，那所以说是林健讲的非常对啊，你的加速再军事化的进程呢，你这个已经远远超过你原来要自卫的范围啊。你这不是要跟中国打一仗嘛？那你要放弃这个核武3原则的话，那是中国的底线呐！你开玩笑，日本拥有核武的话，你对这个整个东岸沿海随便丢一颗那还得了？你有之前的话呢，我在这边呼吁一定是用以色列对付伊朗的方式来搞对不对？你这个没有办法你逼着大陆非出手不可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讲到那个春田晃大。这个人名字非常奇怪一个村夫在田里面晃悠悠的进了大使馆，春田晃大。那春田晃大，他3月份的时候，他是爬墙进了中国驻东京的大使馆中国进东京大使馆，你有没有读过国际法对不对？你就知道那是中国的领土爬墙进了中国领土，一下来带了一把大刀，说自己是神的派来的，要杀中国人那么你开什么玩笑？拖到现在都7月底了，才说要起诉，这个根本就是侵犯中国的主权，怎么还现在起诉呢？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人的话呢，年纪轻轻的还是自卫队里面的少尉对不对？你这个春田晃大晃悠悠进来，你要干什么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日本人打从心里是看不起中国人，
就是这样才会出现这种怪事啊。那像那高市早苗的话呢，他2002年讲那个话，打从心里就看不起中国人。咱们中国人自己不团结，长期来讲的话呢，就没有我们新仇旧恨。这次的话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算一下。所以林健讲的这个话跟春田晃大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啊。你要了解啊，今天这个对于中国来讲，这不是说单纯的安全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真的感觉到是一个尊严的问题啊。日本人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还要搞国防不搞经济，没有稀土了，没有产业了？大家知道，你看这个日元的贬值，就会知道它的经济的问题不是单方面的，是全方面的啊。是，好，我们知道之前日本是失落30年哦，那现在感觉人就一蹶不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川普哦。川普最近啊，在美伊战争，我觉得他踢到好多次的铁板，但他的面子很厚啊，所以总是能够说没有哦，他讲的都对。我们来看到他之前不是说吗？美军的弹药多到用不完哦，他警告伊朗谈判失败，将要恢复军事行动。好，所以呢，是不是就像有一个，是不是周星驰的？我跳进来了，我又跳出去，好，反正都他在讲就对了啦哈。双方有很大的机会取得成果。不过，如果谈判破局哦，他说美国将会恢复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说他很有耐心哦，我们就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有耐心不代表全球的人都有耐心哦，我们都没耐心了哈。好，川普高调说这个弹药绝对够，但是白宫却急呼吁说别公开爱国者的数据，因为白宫最近提醒了媒体不要公开爱国者跟萨德防空飞弹的精确消耗数据，以免危及国家安全。好，那美国跟伊朗战争当中最新消息哦，就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古博上周啊，他建议说啊，停止打击赫姆兹海峡。他说，因为轰炸行动看起来没有办法再发挥效果了，所以他跟其他幕僚的建议，让川普最终决定暂停攻击伊朗。那川普现在自视手握着全球最强的铁锤，美军却似乎越受困美伊战争，所以他感觉好像越来越挫折，而且反复无常。那现在有国家的官员担忧说啊，习近平跟普京可能正将美国的弹药吃紧现况纳入下一步行动的盘算当中，所以有人认为，现在川普对伊朗的碰壁恐怕是让中俄蠢蠢欲动的开始。好，那川普关键矿物去中化倒数5个月，恐怕是跳票了。现在呢，川普要求国防产业自明年1月1号开始要停止采购中国的稀土、磁铁、钨、木、钽等关键的矿物，但美国目前的本土采购跟加工能力却远远的无法满足需求，所以华府可能一边高喊着去中化，一边可能继续的核发豁免，甚至从中国进口矿物来填补缺口。那习近平跟鲁拉最近通话了，那当然习近平说啊，中方要跟巴方进一步的来加强双边跟多边的战略协作，那有个大金砖合作的高品质发展，中方支持巴西维护主权独立，反对外来的干涉。那字节跳动则是要在巴西建中国境外最大级别的数据中心。那字节跳动说，这是展现对巴西承诺的重要一步。那十分看重巴西这个全球重要的数位市场。那以及福斯新闻还揭露中国的影响力运作，说2025年砸超过1亿美元在美国游说。说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的香港跟私人机构的支出是超过了200万的美元。在国会游说公开法申报中，还另外有数百万的美元的商业游说费。那以及游说宣传统战3管齐下，美国媒体现在说中国在美的影响力的全貌有多少呢？好，那中国的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就说中国媒体正常做新闻报道，就都被西方贴上了宣传工具的标签。他说这不是客观的，而是冷战思维跟意识形态的偏见。所谓跟统战部有关的组织指控都缺乏了事实的依据。好，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有个新的资讯就是美国反华机构也说，以后我们每年都要去中国。这个媒体是在7月28号报道，说美国国会下有设一个美中经济跟安全评估的委员会。最近他们结束了对中国北京、上海和杭州的访问，结果呢，这个机构的副主席麦克库肯就说我们致力于
每年要至少返回中国一次，要进一步的扩大交流领域。那这个看起来跟过往的局势好像又有点不一样了哈。赖教授怎么看？因为这个团这次是由薛瑞福他带团的嘛。是薛瑞福薛瑞福跟台湾很熟嘛，我们熟悉他。他是拜登时代最反华的一个大将之一卸任以后，他就成为这个副主席，带着他的主席还有他们的这些成员就到中国大陆去。去大陆的目的是要找麻烦的。找茬的那回来以后要去游说美国的国会对于中国大陆下更大的重手，他的任务是在这里，所以他浩浩荡荡的组了这个团去大陆以后遭到冷遇他想见到的企业界的人士不想见他因为大陆现在企业界人士身价和多少都是国际级的首富没错，而且掌控的都是国际级的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他们怎么会看上这一群反华的这个团体？因为美国人就在台湾吃得香吃得开了因为你也知道，民进党碰到美国人就这个双膝差点下跪有没有下跪我们不知道了，那要问那美国的月亮比较圆对，那因为他们台湾的那些人。那个崇美崇到不行嘛，其实蓝营也有一部分人崇美崇到不行，但是大陆比较有自信，大陆不把美国真的当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些人到了美国去以后，冷遇回来以后就发牢骚了，说他想见的人见不到那坦白说，你是哪一咖你是前任的官员，不是现任的官员，所以你手上没有筹码了那当然，他说他明年还要再去，明年再去那就再看嘛搞不好越去规格越小这个是也搞不好回来以后就变了开始说好话也说不一定反正美国人变来变去，只要有钱，他什么都可以买得下来，没问题。川普这个人一直用威胁的方法，效果已经没有了，完全没效，没效以后就可以休也也就是不要讲你不跟我谈我就打你这一招已经谈了 N 年了然后坦白说，对伊朗来讲就是不吃你这一套，那没有用，没有用就不要再玩下去。现在的情况到底美国有没有弹？美国最早是被新闻曝露出来说，川普为什么连打12次，第13次为什么突然间不打？很多人就开始怀疑说是不是没弹了没有防空导弹，没有足够的武器。后来就有媒体就报道说没有弹了，白宫发言人就说没有了，没有了，我们还有弹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打了呢？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要给谈判创造环境、创造条件，所以我们不打了。那伊朗这边就是说你不打我就不打，你打我就打，那我们不打了，伊朗也就不会打，所以我们就创造了条件。可是再过几天以后呢，一个比较大的媒体就登出来的。就应该是 NBC 他就登出来说确实没弹了，而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叫沃尔兹，他就气急败坏了，他说这些人报道这个新闻的人都应该要下监牢去，他就把他的底暴露出来了，那就好像真的是没弹了因为如果美国确定是没有弹的话，这个伊朗他就可以借机反攻好好的打一打了。那这次卸最大底的是谁？是川普。他说我们的弹多到不得了，多到打不完，你卸底了，因为你根本没弹，所以你才会讲这种话，因为你从来是讲反话的。郝渊教授怎么看呢？我必须要强调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到底是打还是在谈呢？我都搞不清楚。因为每3天都变一次就是又打起来又在谈说句良心话，前阵子签 MOU 的时候，谅解备忘录的时候，里面有14点嘛，我就很努力在准备新闻，正在背14点还没背完，突然又打起来了这真的是搞不清楚。那么现在问题的话呢，原因出现非常多。我觉得大致上来讲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美国要获胜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遥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隔得实在太远。第二个的话呢，当然牵涉到这个有关于这个弹药够不够的问题，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准提的话呢，这盖牌。然后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但是伊朗最近这几天都在强调，就是美国死的人数远远比他所报道出来的人数多，至少受伤重伤的人数，他现在重伤讲轻伤然后死的人就不报什么的。还有些时间点的问题来撇除。是这样情况下，然后我觉得美国现在的话，我觉得川普原来是口语上的这个吹牛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的行动
有关于这个川普这个人，他有一种基本的心态，这个心态认为说美国什么都靠自己，美国都样样都行，美国是世界第一。他底下的内阁阁员也是这样子。那川普的话呢，完全不了解这个稀土对于他生产武器是一个必要因素，就是说没有稀土的话呢，美国这些武器就是连最起码的武器都生产不出来。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自己要搞这种什么稀土的提炼啊或什么的话呢，我觉得根本就。短期内的话呢，3到5年都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大陆是厚积薄发，累积了非常多的这个筹码啊。那另外的话呢，有关于这个川普现在也在讲到认知作战。我这个认知作战的话呢，我现在讲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就是明摆的就是影响人家用花钱嘛，对不对啊？这边讲的话就是8000万啊，什么2000万什么的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个谣言啊。那么这个认知作战的话呢，现在我觉得有一种想法，就是冷战思维。那另外的话呢，最重要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的话呢，川普刚上台，那个用那个马斯克讲的那个 Doge， 然后查出来就是说是那个 USA 的里面，就是包含了我们这边有个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啊，也都拿到了钱，大家都最后都不了了之。那拿钱干嘛？人家美国人干嘛免费给你钱呢？对不对？美国人为什么要帮助你呢？啊，实际上的话呢，这个从这种角度来讲，我不想用认知作战这个观念来讲，但是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影响别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的话呢，那美国是专家了啊。那个 CIA 的这个做法上来讲，长期来讲的话呢，不亚于70-80年。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呢？因为对美国来讲的话呢，小小的投资可以收到大大的回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各方面都是历历在目。至于说是讲到大陆这边的话呢，就积极操作认知作战，然后什么这个香港什么的话呢，我觉得大陆今天的问题刚好跟川普讲的相反。大陆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话语权的问题其实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很多，就是说什么事情只要一责怪大陆，好像就那么言之成理的味道。这个就叫做话语权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话中有话有含义的时候，大家一讲到，比如说我们这边讲到，我们宣称台湾不管搞得多乱我们是民主的典范，然后呢，我们跟集权做对比然后呢，这一下子的话呢，移花接木，这一下子这就构成了话语权。所以大陆现在面对的话语权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因而要竭力翻盘，要竭力的反转，就其实是并不容易的。所以说，大陆对于这个国际的宣传的努力的话呢，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包含了很多的报纸CGTN China Daily 什么的大陆就是要想尽办法做这些努力。好，我们接下来文将军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这个美国为什么打不下去有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伤亡过重当然你说这个只有18个阵亡多不多？对一场战争来讲，18个固然不多，可是对美国来讲却是18个故事。你看为什么美国要盖牌？他现在居然说18个阵亡是只有14个，对，下修到14个。他14个，另外是14+4因为14个是第一次在3月份那次战争阵亡了14个，后面这个4个是7月份的时候后续再打的被这个阵亡了4个，所以他不算在里面。那是不是很明显你就是在盖牌？那为什么美国要盖牌？对于另外伤的人数更多了，600多个伤亡受伤的有600多个。为什么美国要盖牌？因为伤亡多的话，在美国国内会引起反战的情绪你知道军人都愿意保家卫国。我试问一下，这18个阵亡的美国官兵，他是为谁在阵亡的？是为美国吗？对不对？如果说是这些老百姓会想说，我们这些子弟兵在国外阵亡，就不是为了保护我们美国那是为石油在阵亡吗？还是为了以色列在阵亡？还是为了川普？所以大家会打上一个问号，甚至为了你川普在阵亡所以第一个，我认为是伤亡过大，造成国内反弹的情绪会很大。国内反战的情绪一高的话，当然对川普的其中选举不利。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弹药真的是不够了我们看这次虽然说连续打12天，但是美国攻击的都是什么地方？都是这个伊朗南部沿岸的地区在打，他没有办法打深，没有办法打到内陆。为什么不打内陆呢？第一个，它没有战斧型巡弋导弹它可能已经用掉差不多。听说这个上一轮打已经花了将近快上千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后续要4到5年的时间才能够补足库存那你要打那么远，你一定这远程的巡弋导弹嘛，要不然你飞机要飞进去轰炸。那美国现在飞机很明显不敢再飞进伊朗去深入攻击，所以那这个是攻势的弹药，守势的弹药那更消耗更大了。不管是那时候为了帮以色列防御来讲，
将韩国的爱国者都调到那边去。那美国现在来讲，我们看到不管是约旦也被攻击，科威特也被攻击，沙特也被攻击这些那么多的美军基地，它都要部署防御型的导弹不管是爱国者或者是比较这个低空的导弹，以防止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贝多自然就利分嘛，那你自然就没有那么多弹药，不管攻击的、防御的都没有。第三个，我认为是士气没有了打仗讲究的是士气。我们有一句话叫这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那3月份那次，你可以说美军跟以色列是一鼓作气。那7月份这次的话，就很明显的叫做再而衰了那你现在如果这次喊停以后，你还有没有可能在第三波？第三波就三而竭嘛。我想所有这个我们不管在工作上面或干嘛，大概都是这种道理。那每天在这边，我想说再加上美军长期部署在这个地方，然后面临庞大的压力。带你抓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议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到赖总统在最近也就是上周啦，他登上了丹江军舰特地到了高雄，出席的就是海军丹江军舰的成军典礼，而且在丹江军舰上面录制了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的这个卫冕影片。好，那一轮更正是在这个礼拜那也提到说对手认知作战经常会利用错假讯息跟不确定感来造成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跟同袍的信任，所以他呼吁大家要彼此保持信任，不止信任还要信赖好，那当然赖总统喊防渗透。但是我们也知道之前讨论到很多共谍事件也都在民进党中，所以有人有这样的质疑。好，那我们看到汉光演习从8月5号就要开始登场。那赖总统现在说发现问题没关系，要如实反应，而且逐项的来修正。好，赖总统说也会亲自来示导嘛。好，那台湾现在说这个军队整合 AI 其实出现了6大瓶颈。美国媒体说国军面临了 AI 治理的零散、数位基础设施的不足，还有资料体系的不完整、网络安全风险，还有军民合作薄弱，以及人才训练缺口等6大障碍。那美国媒体甚至说，如果没有办法改善，不仅可能削弱台湾的嚇阻中国能力，也将限制未来跟美国盟军共享资料整合成效。美国媒体这是在威胁我们吗？好，知情人士是说有鉴于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越来越不明确，制定共同标准，要促进更高程度的互通性，只是在做白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台湾军队在很多的问题上面似乎还是没有解决。好，但我们要问到的就是，川普现在到底真的有护台决心吗？自从川普2.0上任之后他比1.0这个挺台的力道削弱好多。如果说以前1.0的时候有80分好了，我觉得现在是10分恐怕连10分都不到。我们先看到这一位是美国的前印太司令戴维森。之前不是有个2027戴维森窗口吗？结果他突然又出现咯。他讲什么？他说中国在2027年前犯台的可能性将会升高。好，说如果太平洋爆发了冲突，美国在这段期间是将缺乏足够的首选弹药，会增加难以应对的中国庞大飞弹还有军机战力的风险。好，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嘛，2027这个戴维森窗口似乎到现在没有到这么样子的忧虑，也就是说，好像这个窗口不会像大家会觉得说，好像2027年台海就要爆发战争。但是呢，真的就快接近2027年，现在戴维森又突然出现来讲这个脆弱窗口期。好，那北京现在是不是想借着川习会来拖延对台的军售？那这是自由时报报道说北京正利用今年下半年多场可能举行的美中高层会晤，说9月有川习会，11月又有 APEC，12月又有 G20， 好，每周2个领导人都会有机会见面，好，试图要求华府要持续的延后对台军售。
但是自由时报说但是美国对台的政策6项保证是明定的，因此美方不会在决定对台军售前跟北京协商，也不会让中国左右军售的决策。刚刚呢，今年3月的时候，川普不就是展现了他有跟北京在做讨论嘛？好，那中国正向他们的海警配备海军型的 Z-20 直升机，那美国的潜艇仍然是他在太平洋面临的最大难题。好，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是说中国海警目前在他们最大的巡逻舰上布置了一架舰载版的 Z-20 反潜直升机，而该机呢配备了水面搜寻雷达。那同时，中国又不断扩张的核潜舰计划，其实也对美国跟他们的盟国形成了威胁。好，那中国到底现在是不是正逐渐逼近呢？因为央视它就有曝光说歼20目前是即将搭载全新的 AI 系统，解锁数字副驾的全新作战模式，也就是从5代机向5代半来进行跨越式的升级。然后这代表什么？代表的是全球首款实现 AI 人机协同的隐形战机在中国是正式落地。好，那歼20将实现的就是单人加 AI 的终极形态，所以飞行员从操作员转变为决策者，主要就可以负责战术的判断，还有开火的授权。好，人家的这个军事强权越来越厉害。那中国的海警舰艇也到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来执法巡航，以及中国大陆的媒体还在曝说扰台湾岛以东的政治野心。那这件事情是环球时报所报道，他们对中国科考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了科考作业，说期间护航海警船跟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对峙一节详细的描述，那也凸显了中国巡查现在是进入了常态化。好，那整个局势的氛围，我们还是要从到我们赖总统，他登上了丹江军舰，那他现在也特别提到了认知作战，说要预防对手的分化渗透。好，我们先问厉将军怎么看？赖清德只会讲认知作战啦，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下面我们讲下面那一段国军现在面临 AI 治理的困难，我们都晓得未来的战争从这一次美国去攻打伊朗，我们都看得到这个敌情变化是非常的快，武器速度也会非常的快，在所有东西都很快的状况之下，只管通勤之间针，就是 CCISR， 你的反应也必须要快。如果靠人脑、靠传统的通信联络，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必须要靠 AI 来做辅助。那我试问一下，我们国军有 AI 的人才吗？大家都知道 AI 的重要，那国军招募得到这个 AI 相关的人才？以现在的薪资水准，招募不到。我想说，大家都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人才？台湾有，台湾有很多高阶人才。他宁愿到民间去啊。第一个待遇就不一样嘛，你不管是在台湾的这种台积电啊，或者是相关科技产业，他宁可到那边去工作，他为什么要到你国军来工作？除了说薪资之外，第二个就是军人的荣誉，会愿意到军中来。像我们当年来讲，都是凭着就是军人的荣誉这个保家卫国的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所以我们愿意投效军中。那现在这个自从蔡英文将军人打成米虫的这种封号之后，我想很多年轻人他就。第一个，他觉得这个待遇来讲不符合他需求；第二个，他可能认为说是军人已经跟米虫画上一个等号，所以他不愿意到军中。那试问一下，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国军招募得到、招募不到 AI 的人才？如果招募不到 AI 的人才，你不要说跟美国联合作战，连我们自己的作战都会产生很大问题。我们这次不要讲别的，如果说要跟美国联合作战，我们第一个有没有这个之前的不管是共同的演习训练完全是没有那美国自己，我们从这次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美国多少是误及自己。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在红海的时候，被他的一艘他起飞的 F-18战机被自己的驱逐舰用导弹击落过。那今年这个3月份开打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军的有2架 F-15战机在科威特被科威特击落过。那你想想看，以美军自己都会击落自己的战机，以这个科威特跟他同盟国的关系，彼此都会击落自己的战机，都会产生这种误击。那我们跟美国根本就没有联合作战过，也没有相关的配合过。那再加上现在如果说连 AI 的科技人才我们都没有状况下，
我跟各位讲这个就算是美国有心要来帮我们，也愿意来帮我们，我跟你讲，美军也不敢来，因为第一个就怕被你自己打下来嘛。你知道这个联合作战那中间过程有多复杂？我不要讲别的，比如我跟这个苑教授，我们两个在一起我想单兵基础训练过，大家都记得那句话，这个请你掩护我，我现在要变换到什么地方去？这就是协调啊！你不协调，我往前面跑，他以为前面的是就开枪把你打死了，因为可能误及自己人，所以我们这个不至于，但是没有协调是单兵要变换阵地都要协调，更何况战机这种更速度更快的武器，那当然要更密切的整合。那如何来协调来整合？靠着未来一定要靠 AI 的技术，但是我很悲观的讲。我们国军以你现在的待遇，跟你现在给军人的这种荣誉感，我觉得你很难招募到 AI 的人才。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作战可能很难走向科技化跟现代化的一个战争观念。那更悲哀的、更讽刺的就是，我们还是说 AI 大国，我们还有个 AI 总统结果在军队上面却没有办法使用 AI。好，赖教授怎么看？您刚刚说台湾是不是 AI 大国？我觉得这个要问国际间怎么看法。也就是说，台湾到底是不是 AI 的真正的大国？我想国际上也不会这样认为，因为台湾有哪一个 AI 的晶片自己做的？台湾有哪一个 AI 的产品在国际间有影响力？目前大家知道最有影响力的，现在最流行的就是 K3嘛，然后前段时间的 DeepSeek， 对不对？美国人自己做的民调，尤其是它是一个国际间。皮尤公司已经做了 N 年的民调他对美国人自己做的民调，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的使用者跟非使用者他们在做民调，3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大陆的 AI 超过美国，38%，1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还是赢中国，可是认为美国人还是赢中国的只剩下认为中国赢美国的1/3而已。其他的有18%左右认为说不相上下，其他的33%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可是从这个逻辑上，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他认为中国大陆已经赢美国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是美国人自己的看法。那既然是如此，我们再放大到全世界来看，以目前来讲，全世界最强大的 AI， 一个就是美国，一个中国，而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赢他了。台湾连一个咖，连一个边都还没站到。坦白说，我们缺电，缺得一塌糊涂。我们没有大的数据中心，我们没有大的演算中心，我们没有大的 AI 的产品，我们只能用美国人的产品，或是用大陆人的产品，谷歌的产品，用 Alphabet 的产品。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自己的产品。对，所以老师一直说我们的困境，那这是可想而知的，对吧？所以我们不是 AI 大国嘛。不是 AI 大国要自己吹自己是 AI 大国，又要把 AI 这个技术用在军队上，军队又不肯拿出钱来真正培养这种 AI 的人，那怎么把 AI 用在战力上？当你怎么把 AI 用在战力上，从你投资的钱、投资的人才，是不是国际间顶尖的人才，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有没有 AI 的战力了嘛？不可能有 AI 的战力，不可能有 AI 的战力，还要吹自己有 AI 的战力，这就是笑话。所以这样的一个笑话的人出来，精神喊话说认知作战的时候，那有几个军人会信？我不知道啊，那要问他自己本人有没有做民意调查，说他每一次出来讲话以后，有几个军人会信？我想。名目上的调查可能大家狗腿一下，但是真正的匿名的调查，那就觉得说谁讲他的？是老师，那为什么戴维森突然又讲一个脆弱窗口期？因为他说存在感，因为明年马上要到了，他的焦虑感也越来越大。他满心期待的就是大陆赶快打，你不打的话，那我就破产了。我当时还信誓旦旦的，还列举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资料，说2027年大陆打台湾的那一年，统一的那一年，哇！他当时为了要军费嘛，他那时候当时是亚太司令，还不叫印太司令。他当时叫亚太司令的时候要军费，结果呢，要到了，马上要打仗了，马上要打仗了。结果现在的情况是好像没有要打的样子。那对于他来讲，他信用破产，人格破产。那他当然要刷存在感了。
所以必须要出来喊喊就对了，这也是一种认知作战嘛，哈。袁教授怎么看？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哈，这个我个人呢哈，也对于这个做军人很佩服啊。我觉得军人的话呢，所重荣誉感呢，那个不是，甚至科技人才的话呢，他们的荣誉感非常重要啊。这个不是单纯待遇的问题，这个大家要了解啊。就是因为刚刚大家讲到说是做军人的话呢，千万不能够说是因为就是要做，尤其是 AI 的人才。说句良心话了哈，因为我在台湾大学教书嘛，我们学校 AI 人才就不少啊。这个大家到了我们的资讯科学系或资讯工程系去问一下，他们现在也是发展的方向。但是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发挥的空间？那在这边的话呢，我跟大家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稍微捋一下哈，就是说这是美国的媒体报道的。那这个其实讲起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就美国媒体意思就是说，你在人才跟装备都缺乏的情况下，你说你的军人要整合 AI 的话呢，是假的。那么假的话呢，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是美国希望我们做到什么程度呢？美国希望我们做到以色列那个程度。我这个有证据的哈，美国希望我们做到以色列程度，就说美国人的话呢会调查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呢，就是这个抖擞的精神，一接到召集令就马上报道就开始大干起来了，对吧？那个美国人希望，结果后来发觉不对，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事实上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都知道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希望美国做的什么呢？我们希望美国完全按照6大保证来，非来不可。我在这边讲一句话啊，美国人不用来不来，我们认为他非来不可，否则的话呢，台湾这块肉就丢了。就没了啊！不管你是讲认知作战也好，或者讲什么情况下也好，没有了这个美国没有了台湾，美国倒大没了。我们的观念是普遍这样想，所以两者之间的落差之大，很大。美国会担心我们这边准备不够，我们这边担心美国到底来不来。然后我们现在讲6大保证，我现在告诉大家知不知道，川普跟伊朗打仗是非法的国会已经投完票了，非法他都打下去啊。在这种情况下，6大保证保证什么东西啊？6大保证基本上就是说是这个三个通报之后的话呢，设定了6大保证，意思是让台湾这边感觉到创造出一个模糊的空间了，对不对？这个里面的一个模糊的空间的话呢，可执行可不执行，你怎么可以拿来做台湾未来的安保？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啊。那个前阵子上个礼拜我们在讨论断网的消息。你为什么民进党不来讲说我们全部断网1个月呢？这才是作战里面实际的情况。结果没有，不敢，为什么？只搞出什么中部北部一些断网的。那实际情况感觉到这不痛不痒的，这算什么东西？你打仗时候哪里有网络啊？连水跟电都没有了，叫大家1个月不要洗热水澡，或者1个月大家不要洗澡，谁能够撑得住？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了解到，你一方面威胁我们要准备打仗，要准备作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强调说是我们要指望到美国人来什么的。那怎么可能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呢？这个事情本身是涉及到我们未来的安危拜托，你要搞得清楚啊！你要想清楚，说你自己要做什么决定。你现在做的决定的话呢，完全跟着赖清德，通通是以打仗做准备，还什么大陆认知作战什么的分化手段。这个其实讲起来都非常早远，因为你的军人本身要能够表现出沉着强烈的意愿要伴随着国家一起牺牲性命在所不辞的这种决心跟勇气，那完全看不出来。你在看不出来的情况下，你一个劲儿的讲小心人家的认知作战，你这个未战先劝，你自己就完了嘛，事情就不对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请你记清楚要打仗就是来真的，没有什么虚拟的战争什么的。我觉得 AI 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战争，那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